在商场停车完毕之后呢，你其实不用去拍摄自己的停车位在哪里了，你只需要按一下 NeoPhone 侧边的这个车控键，它就弹出了这个卡片，这个卡片下方就会出现你车的停车的 GPS 坐标的位置。这还没有完哦，你点击这个位置之后，里面会有5张图片，其中第1张图片是使用透明底盘所拍摄的图片。这个透明底盘的图片，不仅拍摄出来了，还会利用识别能力告诉你推测一下大致这个车位号是多少，也给你显示出来，做得非常好。如果有些停车场它没有车位号，或者说它拼接的时候没有显示清楚，那怎么办？这个车在停车的那一瞬间，它还会把周围4周前后左右各自给你拍4张照片。有了这4张照片，你就很好的去观察到停车场的位置了吧。好，各位朋友好，我是董买买。这期视频来聊一聊 NeoPhone。这期视频呢会分成上下2期啊。这一期视频呢以开箱以及我在现场体验到的一些内容为主。那下一期视频呢我会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性能啊，包括拍照啊，包括以及日常各种各样应用。为啥要分2期啊？那究其原因是我马上要出去旅游了，对，那个国庆节要到了嘛，对吧？旅游还要蛮久的，所以我就带着这个手机出门，然后再拍照片，我觉得能给大家一个更加细致、更加丰富的评测。你有多久没有用过一台眼前一亮的手机的？其实我是一个 iOS 的深度用户，每一年的 iPhone 我都买，然后今年我是年年换新嘛，我的提货时间要稍微迟一点。每一年的手机其实必须要买的原因就是它会正常有一些迭代，有一些升级，但是你说让你眼前一亮的东西已经很久没有了。但是 NeoPhone 就是一个给我眼前一亮的玩意儿啊！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在敦煌第一次去看到它，有3种不同的配置。第一种呢是有一片玻璃，做出了2种不一样的质感，一个是光面，一个是哑光面。那个手感非常轻盈，尤其是下面那个哑光。摸起来的时候都很顺滑很丝滑，我觉得当时我就喜欢上了。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陶瓷加素皮拼接，就是我爽了这一款，它的拼接接缝处的处理呢其实是非常好的。那之所以选择这一款呢，是因为它的性能会要比上面那一款一片玻璃的那种要做得更加好一些。然后第3款呢就是 EP 版，EP 版呢在顶部这一块陶瓷的时候又加了一些激光的时刻的暗纹，然后同时呢中间有一道红线，然后底下呢也是一个素皮的设计。EP 的设计呢就很符合 EP Club 的这个风格。那当时呢我看到这手机之后，我就知道啊，那个双持 iPhone 呢，我在下一年中只能是一台 iPhone 一台安卓了。我购买 NeoPhone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是没有广告，无广告你别说安卓很难，在整个手机行业中的都是非常难的。我发过一个微博，安卓呢其实它盈利的一种重要的模式就是预装软件加上推送广告。这个广告这个玩意儿它不是能关掉的东西，软件本身的推送你是可以关掉的，他们叫做系统个性化推送，这玩意儿是关不掉的。那个这让习惯了 iOS 的我简直无所适从啊。那买一部安卓手机到底有多少广告？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小白评测他做的那一期视频啊。比较严重的那放一页过来10几个推送就出来了，真的蛮吓人的。那其实广告收入呢对于手机厂商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们是上市公司的话，你研究一下他们的财报，其中有一项叫做互联网收入那一项。因为呢，他们的盈利模式是做广告，所以他们为了广告更加多，所以他们就得把手机卖得更多。那手机卖得更多的话，他们就得做更多便宜的手机，这个很容易理解吧？你手机很贵的话，你手机没有办法卖得很多，你做旗舰机呢卖不了太多的，所以你就得把手机价格不停的往下打。手机价格往下打了之后不够，你还得做一些子品牌，把价格做得更加低。那这样做完之后，你的手机本身的那个品牌再去卖旗舰的时候就会很困难。只有像在汽车行业，如果今天丰田说我造了一台150万，造了一台200万的车，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太对的，对不对？那手机行业也是有这个感觉，但是呢，便宜的手机呢又客观上没有办法用最好的硬件，没有办法给客户带来极致的体验，所以呢，未来在这个行业进出的时候，他就选择了只造一款手机，只造一款旗舰手机，只造一款优先给车主使用的手机，它极致干净，它硬件性能做得足够好，它的审美足够高，这样一看做手机是不是就说得通了？未来的手机里面其实是没有任何商业化的预装的，你要说有一个预装它叫 Neo APP，Neo APP 竟然都是可以卸载的哦，所以这个做的真的非常干净了。我是一个在手机上禁止所有推送的人啊，我在 iOS 上是这样，我在安卓上也是。NeoPhone 呢就做了 iOS 般的干净与丝滑。这个意义上，一旦你的手机没有了 OAID， 没有了所谓的广告标识符这方面你真的是遥遥领先了啊！那遥遥领先所有安卓的手机厂商。开箱，然后手机方面呢，我有2台，先要的是旗舰版的这个12G 加 1T 的配置，那还有一台 EP 版本的，也许是因为我下单迟了，竟然要到10月中旬才能发货。这个包装盒子我还是要说一下的，看起来就是一部安卓手机的样子，没有那种 iPhone 手机那种精挑细选，那种包装盒特别良好的质感。盒子的4个边角啊，那个是被压下去有一点点压痕，它不是一个90度的垂直角，甚至开箱的这个阻尼不是令人愉悦的。其实开箱阻尼这个事情很重要，我觉得苹果在非常非常早，可能乔布斯那个时代就非常在乎整个开箱的愉悦感，甚至于打开之后
那个包装纸盒带来的那种气味感，苹果都是会很在乎的啊。反正未来这个开箱就是很正常的一部安卓手机的开箱，做的没有那么讲究。随手机带了一根尼龙编织的 Type C 线，这个线缆的包裹方式呢都是很苹果啊。那甚至这个手机的说明卡、说明书那个槽子也很苹果啊。有那么一瞬间，我都以为这里面会出现一张 Neo 的贴纸呢。充电器呢，未来的私有协议有线充电是66瓦，那最高呢充电头支持的是 PD 20伏5 瓦，也就是100瓦。所以呢，这个充电头算是比较通用的，因此呢，这个充电头可能随身带着也还比较方便。那盒子中呢还有一个清水套，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个质感不太行，而且这个清水套是在盒子盖子中上面顶着夹着，你要不注意的话，可能还没看着你就忘了这个手机还有个清水套呢。然后这本身是一个挖孔屏，然后出厂已经贴好了这个屏幕贴膜了。这个屏幕贴膜从我的这个视角来看，好像贴的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歪，我觉得这个细节做的不够好啊。上手，那这个是雪绒白的配色啊，素皮跟陶瓷的这个接缝处，我觉得处理的是相当的好呀，手感很顺滑，和我6月份的时候摸起来一样好。而且它因为是天际线的设定嘛，这一块是完全平的，摄像头没有任何凸起，所以你放在桌上它是平的。这年头想买到一台后面可以放平的安卓机已经非常非常难了。然后呢，中框虽然可能应该是塑料吧，使用了这种亚光的材质，它的反射率呢没有很高，所以显得呢这个反射强度不是很强烈的情况下，这个质感还是挺好的。然后呢也不容易沾指纹，苹果 iPhone 15是吧？它使用了钛合金，但是这玩意沾指纹，对不对？然后屏幕呢是6.81寸 2K 屏幕，应该也是这个行业中旗舰手机所该有的水平了吧？然后屏幕呢，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是屏占比很好，我有很久没有关注安卓手机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四面边框这个黑边其实是很小的，这个屏占比应该做的还是不错的。然后5200毫安时的电池，因为没有广告推送啊，大电池加上手机后台没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推送守护进程，其实你的续航就会增加的啊。然后呢，放在未来的无线充电板上，就是未来的无线充电板在未来的车上呀，直接显示的是50瓦的无线充电啊。然后呢，手机上我觉得有一个亮点是它支持了广域超声波指纹解锁，这个东西解锁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你看1秒搞定，就是然后录制的时候也非常快，也是1秒就可以录制成功。所以在这种体验方面，未来还是尽可能的用了一些比较先进的硬件啊，比如这种指纹解锁，好像在很多旗舰机上也不一定都采用了吧。反正就是速度快，然后解锁的面积很大，然后手上沾一点水也照样可以解锁。对于未来用户来说 ，UWB 钥匙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啊！在车机210支持了之后，其实它比 iPhone 单独使用蓝牙是更精准的。iPhone 是支持 UWB 的，但是 iPhone 不向未来开放 UWB 的协议，所以未来的车主，如果你是 iOS 的话，你就必须使用蓝牙钥匙。蓝牙钥匙它的定位，它的进场能力没有 UWB 那么准，你知道吧？所以呢，是有了这个 UWB 钥匙之后，你就可以实现你逐渐靠近车，车逐渐亮了灯，然后你离到车很近的时候，门把手抬出来，这整个过程是无感解锁的，手机不需要你掏出来。然后甚至于多台车的切换，据说也比使用那个蓝牙要好多了。但是我的另外一台 ES8 还没有给我推送最新的系统，所以我没法给大家验证一下两台车的体验怎么样啊。然后再说一个用了 NeoPhone 用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景啊，在车库中停车，在商场停车完毕之后呢，你其实不用去拍摄自己的停车位在哪里了，你只需要按一下 NeoPhone 侧边的这个车控键，它又弹出了这个卡片，这个卡片下方就会出现你车的停车的 GPS 坐标的位置。这还没有完啊，你点击这个位置之后，里面会有5张图片，其中第1张图片是使用透明底盘所拍摄的图片，这个透明底盘的图片不仅拍摄出来了，还会利用识别能力告诉你推测一下大致这个车位号是多少，也给你显示出来，做得非常好。如果有些停车场它没有车位号，或者说它拼接的时候没有显示清楚，那怎么办？这个车在停车的那一瞬间，它还会把周围4周前后左右各自给你拍4张照片，有了这4张照片，你就很好的去观察到停车场的位置了吧？比如说停车场有一些是柱子，对吧？柱子上会有编号，比如停车区域会有颜色。这样的话，我觉得基本上你就告别了停车的时候还要没事干对着你的车位的编号拍一张的这种情况。这个是一种颠覆性的体验，别看它是一个很小的创新，你不用 NeoPhone 当然也可以，未来新版的 App 也支持了这样的功能，但是你有了 NeoPhone 之后，你就可以一键直接打开车控卡片，这种快速的进展程度，那个是别的手机做不到的。而且有了 NeoPhone 之后，你跟车机之间的一些操作互联，比如说车辆的召唤，比如说离车的泊车，不再需要通过蓝牙，不再需要通过网络去连接，所以主观感觉就是当你需要召唤车辆的时候，车辆跟手机的连接速度非常迅猛，非常快。
然后呢，整个延迟也变得更小了，这都是未来车主们所带来的一些提升啊。然后呢，未来做的那些什么车机内控制的功能，有人喷什么把手机给副驾，谁敢给呀？我想说这个看人的，如果你是老婆的话，你应该是敢给的，更何况这就是个车控而已，你可以不给，但是它提供了这样的能力，这样的能力是便于车内坐在不同方向的人对这台车辆进行控制的。这是一种如果你单纯做手机，单纯做汽车，这两个体验是断开的，也只有汽车厂商做出了手机，才能把这样的体验给做得很好。好，我现在到右边来了，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哎，这就过来了。好的，这个东西就是传统手机厂就做不了了。那这些呢，对我来说其实都是一些小事儿了。对我来讲，有一个好用的 UWB 钥匙，支持了无网络召唤，然后与车机互联进行的一些简单的交付，对我来说体验已经非常颠覆了。再有一些更加深刻的能力，比如说 Neolink 带来一些能力，虽然我不用上班啊，但是我看他们演示飞书的时候，我都惊呆了，无缝流转到车机继续开会。Neolink 那天我在看演示的时候，就3个应用：飞书、腾讯会议、钉钉啊，每一个应用都是让你开会的，你看卷不卷啊？那发布会呢还发布了天空视窗功能，我当时呢在车上进行了一些演示，但是我这台手机的软件版本好像还不能打开天空视窗啊。天空视窗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投屏啊，这更严格来说这是一个算力的流转，这是2台设备相互独立的。那只有少数车企做到了这样的功能，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造车的企业，你有这样的通讯能力，你的流转的意义就比较小。那未来有了车，有了手机之后，这就给了更多的可能。前期是各种各样的开会，各种各样内卷软件，对吧？那在之后，什么音乐呀、什么导航呀、各种各样丝滑无缝的流转，都是可以慢慢做上来的。那回归到手机的本身啊，它就是手感非常好，它的使用也很流畅。我很久没有用过安卓了，我觉得各种动画做的不错，一点也不丢帧。并且作为第一款手机吧，它的丝滑程度其实是超过我的预期的。缺点的话，可能就是软件方面整个会稍微有点难吧。虽然它就是安卓的通用的安卓，然后整个屏幕分辨率什么的也都 OK，需要一点技术才能装上一些你需要的各种软件。好像目前也没有什么成熟的工具给你装3件套吧。那好在呢，未来的尺寸啊、分辨率都很正常。那卖的不多呢，不会有很多 App 给你做单独的优化，但是八根 Q 本身也够力大专飞了。所以再回过头来看那些骂这个手机是套壳的，说同样的硬件配置，好像在买一个别的品牌只要5000多块钱，这个手机溢价高达1000多块钱。我觉得这事是这样啊。首先呢，这是一个车主向的产品，这是一个高端汽车品牌做的产品，它有一些溢价是非常正常的，对，它就是要赚钱的，这点能理解吧？其次呢，它没有广告，它的审美就好，没有广告它的体验就好。为了这件事儿，你愿意付多少钱吧？同时呢，这个手机长得虽然跟别的品牌有一些像，但是手机嘛，这个行业还能怎么创造呢？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已经保持住了未来的设计语言，而且未来的 CMF 团队其实是要比手机厂商更加会的。未来的 Sky UI， 你看未来很诚恳，他从来不说自己是 Sky OS， 他说自己的 Sky UI 的审美有未来整体上各种设计的约束。我觉得这个设计是没有过度的这6499块钱起售的价格，我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定价。相反，斌哥在发布会上说，他预期吧做手机这个要做到第3款的时候才能开始赚钱，他们也期待这个手机的毛利要做到20%以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合理、非常健康的毛利啊，就是这个东西20%以上，一台车20%的毛利，你可能会觉得有点高，那一部手机才几千块钱，而且1年一换的20%的毛利高吗？很正常吧？在第一部手机就做到如此有成熟的感，即使你不是未来车主，那你所感受到的就是未来的审美啊，就是更高级审美，这种高阶的东西，审美啊，这玩意儿是一个高阶的品质啊。如果你在那列参数、列性价比，什么叫性价比啊？性价比就是性能不够用的借口。当你的消费能力到一定层次上去之后，你就不会再去追逐说这里的芯片要是什么，这里要是什么，单纯的去比硬件参数了。因为比硬件参数是容易的，但是很多好东西往往是在硬件参数之外，那些你看不着的地方，那些系统化、那些体验化、那些品质感的东西，才是你愿意为一个好东西所付费的原因。好，这是本期懂买买视频，希望你能喜欢。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评论、收藏、订阅懂买买买买的头条、B 站、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